各位，如果你想要换 iPhone 的话，建议你不要现在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其实已经3月中了，再过6个月，新的 iPhone 17系列竟然又要出来嘞。然后去年呢，像是我买了 iPhone 16 Pro Max， 大家是不是都非常期待 AI 呢？因为它唯一的亮点其实就是 AI 吧。除了 AI 之外，我还想不太起来到底有其他哪些新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相机控制吧。但是说实在话，我自己觉得很难用啦。所以呢，其实最大的这个更新就是 AI， 但是呢，很尴尬的就是到现在竟然还没有繁体中文版。也就是说呢，去年买了这个 iPhone 16系列的我们这些台湾的用户，就是到现在都还不能用 AI 功能呢。那除了 AI 之外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就是 Siri 的大改版嘛，因为 Siri 一直都很难用，然后终于去年在 WWDC 开发者大会上面展示了这个聪明的 Siri， 我们就一直很期待说哇 iOS 18什么时候才要把这个 Siri 加进来呢？殊不知现在已经公布了要延期，哇哦，又要再延期，那到底要延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就来看看最新的苹果 AI 有哪些最新消息吧。然后如果你要买 iPhone 的话，记得要看完这集哦。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繁体中文 AI 到底何时要登入我们的 iPhone 呢？去年买 iPhone 16系列，包含我自己都一直在等这个繁体中文出来，没有想到呢，最新这个 iOS 8.4的这个测试版，目前是只有看到简体中文，而且这个版本呢是下个月，也就是4月才会正式推出，也就是说这一版我们已经不可能会有了，最快有繁体中文可能会是5、6月，而且是最快哦。然后最慢可以到什么时候？搞不好连 iPhone 17出的时候都没有繁体中文，这是最糟的状况，所以才会说就是 iPhone 16买的人不能玩这个 AI， 就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对啊，就是真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更新全部都是在玩 AI， 我们就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玩得很开心这样子。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等今年 iPhone 17的话，今年的外形有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喽，就是已经用了好几代的这个外形，今年呢有可能终于要大改版了。就是根据外媒的报道呢，这一次的17 Pro 系列，它上面的这个相机模组将会加大，它会加大到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它不是一个方框吗？它会整个往右拉到这边，整个都是它相机模组的方块。然后原本的三眼怪呢会停留在原本的位置，也就是它3颗镜头都在这边，可是它的 LiDAR 还有它的这个闪光灯都会移到最右边，也就是说它会这样子一大块在上面，然后跟下面的部分区隔开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有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我自己是有点无法想象，不能理解，对，不能理解。而且现在呢，就是据说连模具都拿到了，所以是8、9不离10啦。这个消息，我自己对于这个消息是百感交集，因为我觉得它如果真的搞成就是上面这样一大块的话，就有点失去它原本那种很简洁的设计，然后也会有点像其他安卓阵营的手机。因为安卓阵营手机其实蛮多都是它的相机模组方块非常的大，就会有点不太好看。老实说，现在看到一些模拟照是真的非常的丑，所以就不知道到时候会怎样。我自己是不太看好啦，但是也还是一定会买，好不好？一定会买。所以呢，因为这个相机大改，然后加上现在没有繁体中文的 AI 可以玩，才会建议大家说可以等到9月再来考虑购入 iPhone 的这个行为哦。那我自己呢 ，AI 的部分也是玩了一阵子，但是实际有在用的 AI 功能到底有哪些呢？老实说很少。但是也必须要背景解释一下，就是我自己是一个蛮依赖 AI 的人，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电脑上面完成。那我会觉得说，在手机上面反而不是那么好用，因为你要打字啊，然后你要一直拖曳视窗啊，一直复制、编辑文件之类的，那在手机上面其实很不方便。那手机上面比较常用到的也是就是第三方的 AI 嘛，你有那些 App， 你就直接打开 App 就好了，你干嘛要用 iPhone 自己本身的功能呢？因为就没有比较好用啊。iPhone 上面的 AI 呢，我用的唯一我觉得比较有感的应该是 emoji 的生成。如果你是拿15 Pro 系列以上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切成英文版本，也可以直接开始玩这个 AI 功能，你就可以直接打字，然后生成专属于你的 emoji。这个部分就是蛮好玩的，因为很好笑，其实你就可以生成一些莫名其妙的 emoji 就对了，然后就可以传给朋友啊什么的，就蛮好玩的。那其他呢，像是比较重点的图片生成还有文字生成的功能，就是没有在用，就真的没有在用，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直接在电脑上面完成了。那这个的话 ，iPhone 上面的 AI 的话，就比较适合一些初阶使用者。如果你都没有接触 AI， 那 iPhone 上面的免费版本就很好玩，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你就可以去接触说到底要怎样使用 AI， 对你来说，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用它。因为像是它的图片生成比对其他市面上的AI 生成软体来说呢，已经算是非常简单，而且很好入手、很直觉的用法了。当然生出来的效果好不好，这都是因人而异，但是够玩的啦。就是我觉得 iPhone 上面的版本，而且它又是免费的，就没有什么好嫌的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会用到的 AI 呢，就是这个视觉辨识的部分，就是相机控制按钮现在长按它是可以开启视觉辨识。那这个视觉辨识比较常用到，可能是在辨识一些动植物，就是一些野生的动物啊，或者是植物之类的。然后甚至它也可以辨识像是日期啊，然后班机啊，然后地址、电话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些操作，例如说直接打电话、直接加入联络人、直接加入行事历之类的。不过目前呢，我是真的没有在用这个功能，因为大部分的资讯其实都是在网络上面就直接你就可以复制嘛，或者打电话什么，好像比较少会遇到说你要在现实世界去扫一个东西，然后你再去
去加入地址，就是现在真的还没有用到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不免俗就是要再提到 Siri 了，因为 Siri 我们就是很会预期说它可以帮我们处理更多的事情嘛。而且去年在 WWDC 上面的那个影片，它那个效果真的非常之好，就是他们释出的这个新版的 Siri， 它是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它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帮你处理你现在在手机上面，需要自己打字或者自己打开 App 什么的这些步骤呢 ，Siri 可以直接帮你操作。例如说，他可以直接去找你跟你家人的对话，然后去查家人的班级等等的，你都是直接跟他讲，他就可以帮你查，或者是你也可以叫他帮你查说你的妈妈的班级有没有延误之类的。总之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方便。那原本这个新版的 Siri 他们是在 iOS 18的预告影片里面推出来的，那所以大家就会预期说，这个新的功能会不会是在 iOS 18的后续的版本来把这个 Siri 加进来？但是殊不知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就是苹果官方承认这个新版的 Siri 要被延后了，而且延后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那这个消息呢非常非常小，很少人会听到过这个消息，但是这个是官方承认的。为什么会这么隐秘呢？为什么那么少人知道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来宣布这件事情。他们是苹果的官方发言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一个第三方的 blog， 而且是一个我觉得还蛮私人的一个媒体 blog。你去看那个网页，你就会觉得到底有谁会进来看这个东西？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它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它被延后了，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最快预计在明年推出。那明年这个字呢，其实有很多解读的方式，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一个新的功能出来呢，它会先被发表。例如说，在WWDC上面可能先发表之后呢，它在后续的版本才会加进来。那后续可以拖到1年以上哦。也就是说，可能明年发表，但是后年才用到。所以它这个明年的解释方式有很多种，而且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现在外面的媒体讲说，预计可能是明年或是后年推出，全部都只是猜测而已，就是没有人真的知道说他们现在开发的进度到底是多快。然后因为现在是 iOS 18嘛，然后他的说法呢，你就会不知道说他到底讲的是 iOS 19还是 iOS 20。因为如果是19的话，今年的6月就会发表了，然后最快可能就是明年会用到。那如果他讲的是 iOS 20的话，那就是明年发表，然后最慢后年才会用到。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在 iOS 20的后续版本推出的话，我们买 iPhone 16的人可能已经等了2-3年了。对，就是真的还蛮久的。像是非常知名的彭博社专门报道苹果的记者 Mark Gurman， 他就觉得最快有可能会在2027推出，也就是后年才会真的看到这个新版的 Siri 这样子。而且呢，这还是最乐观的情况，因为这中间AI 的产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时候突然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化，革命性的功能突然出现，我们也不晓得这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iPhone 或者是 Siri。也许有个什么新的类似 iPhone 的这种革命性的产品出现，我们就再也不用 iPhone 也说不定哎。不过话说回来呢，这个东西短时间内做不出来，其实算是合情合理啦。只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就是事先承诺自己可能会做不到的事？因为我觉得还蛮直观的，就是不太可能会一步到位把聪明版的 Siri 做出来，因为它其实蛮复杂的。我们看我们 iPhone 手机里面有多少的功能还有步骤，它其实完全都是设计给人来使用的。那首先你要让 AI 去学习这个东西之外，然后手机的操作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何况是它要把这些功能连接到我们的自然语言里面，所以算是一个还蛮浩大工程吧。那市面上呢，其实目前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家厂商现在有做到这种地步的。而且这个功能呢，你一旦没有做好，只要有大概10几20%的错误率，你就不会想要用这个功能。就像 Siri 原本的版本好了，就是它的语言辨识很差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我自己呢，例如说我试了1-2次，它都听不懂，那你就会很生气啊，你就觉得你就在浪费时间，你还不如用按的比较快。那如果到时候 AI 没有成熟，他们急着要把这东西推出来，结果出来之后，只要有10几20%的失败率，你就不会想要用这个功能。而且呢，就是今天要研发一个 AI 版的 Siri， 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的手机里面都是你的个资嘛，如何处理这些个资要非常小心谨慎，不然它就变成就是搞不好别人可以窃取你的个资之类的。这个东西呢，一旦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是核弹级的公关危机，所以要谨慎处理也算是蛮合理的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等看看今年的6月的 WWDC iOS 19上面有没有提到 Siri 相关的部分。说实在话，它现在有提到跟没提到都会还蛮尴尬的。就是有提到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也只是会搭着ChatGPT 的顺风车，因为现在 iPhone 上面就是有 ChatGPT 嘛，有点像是先拿这个东西出来应急这样子，就是可能会展示一些跟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 结合的一些用法，但是 Siri 本身是没有任何很要进性的进步的。因为像是 Mark Gurman 他也觉得今年的 iOS 19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飞跃式的进步，因为 AI 本身他们就已经在马不停蹄的正在开发了嘛，那顶多可能就是加一些 ChatGPT 之类的功能进来，然后让它看起来好像有一些进步，但是实质上可能就是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的跃进这样子。那这次的 iOS 19我们还可以期待哪些东西呢？首先，其中一个消息就是今年的 App icon 有可能会改成圆形的。当然，这个消息我们先保留疑虑，就是应该是不太有可能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主要区分我们 iPhone 跟安卓的区别。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改掉的话，那就其实就长得真的太像了嘛。你今年可能相机都要改成那个样子了，然后你 App icon 如果又改成圆形的话，我觉得会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啦。那为什么要改成圆形呢？原因就是因为 Vision Pro 里面的 App icon 其实就是圆形的，而且很好看哦。就是 Vision Pro 它进去就是一个3D 世界嘛，就是一个 AR、VR 交错的世界。那个 App icon 就是浮在空中，然后圆形的很好看这样子。那比较有可能的，我觉得可能是在手机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Vision Pro 的 App， 然后在里面可能就会是圆形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桌面上直接改成圆形这个东西我们就看看就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近期想要换 iPhone 的人就是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2年呢在硬体方面呢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更新啦。你说外观那个改成那个样子，对你实际拍照什么的有什么差别吗？其实就是没有。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今年外形有改就已经算是一个大改了，而且这样子配件又可以再卖一波嘛。但是实际上里面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很惊人的更新，因为最重要的 Siri 就是还在研发当中。那今年6月即将发表那个 iOS 19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有很多的 AI 小功能，然后不会有什么很巨大的更新啦，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到时候到底会有哪些东西发表出来了，我们也会及时帮大家做一部影片来整理一下有哪些的新功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大家看完之后还想要买 iPhone 16或 iPhone 17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